你早晨看着镜子，认得出你看到的人吗？或者你只看到一个疲惫的眼神，一个曾经有超越生存于下一次会议之外的雄心壮志的人的遥远回响？你的灵魂中有一种无声的疲惫，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你的日子已经变成了前一天的褪色副本，醒来，工作，付账，睡觉，然后重复。你感觉到了，不是吗？感觉就像在跑步机上，越跑越快，只为停留在原地，而你真正梦想的风景却在地平线上渐行渐远。你在建造别人的帝国，而你自己内心城堡的地基却在沉默中一砖一瓦的崩塌。这个日常让你窒息，它成了一个无形的牢笼，栏杆由义务、截止日期和别人的期望构成。你的光芒正在熄灭，被电脑屏幕的冷光所取代。你把你的快乐外包给了星期五，你的希望外包给了年假，你的生活外包给了似乎越来越像海市蜃楼的退休。收到的每一封邮件都是你牢房里的一根新栏杆，每一个无意义的任务都是束缚你思想的锁链上的又一环。我们认同这种感觉，因为它是真实且普遍的。你没有崩溃，你被一个依赖你的疲惫而繁荣的系统所囚禁。但我告诉你，这个牢笼的门一直是开着的。问题从来不在于锁，而在于找到出口的地图和迈出第一步的勇气。这个视频的承诺简单而强大，我将把这张地图交给你，不是为了逃避工作，而是为了改变它。我们将把你的刑期变成你的堡垒，我们将把你肩上沉重的负担变成雕刻坚不可摧品格的工具。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你不会学到如何减少工作，你会学到如何成为更多。我将引导你了解建筑师的5个命令，这是在责任与混乱之火中锻造的5个斯多葛原则。他们将重构你的思想，他们是将你的工作从跑步机转变为你的美德竞技场，你的灵魂健身房的关键。如果你准备好不再做你日常的囚徒，开始成为你生活的建筑师，请密切注意，你的旅程现在开始。在我们继续之前，请订阅频道，以免错过我们未来的任何探索，并在下面评论你从哪个城市或国家开始这次转变。解决这种存在性疲惫的方法不在于一份新工作、更高的薪水或更长的假期，那些只是场景的改变，牢笼的交换。真正的自由是在内心锻造的，而用于此构造的工具是一种有2000多年历史的思想技术——斯多葛主义。忘掉那些被动接受命运的老哲学家的形象，使用的斯多葛主义是思想的操作系统，一套旨在压力下茁壮成长的精神工具。它是由皇帝、将军、艺术家和商人开发的，他们面对的是真实世界的混乱，不是在象牙塔里，而是在战场上、参议院和市场里。这是将你的监狱变成训练场，将压力的毒药转化为对抗软弱的解药的艺术。这里有一个将为你改变一切的战略重构。你的工作不是你时间的窃贼，它是你美德的竞技场。每一天，当你进入你的工作场所时，你不是在进入一个刑期，而是一个灵魂的健身房。那个难相处的同事，他不是一个问题，他是你锻炼耐心的器械。那个不可能的截止日期，它不是压力的来源，它是你用来加强纪律的重量。那个失败的项目，那不是一次失败，那是一堂关于韧性的课。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你不再寻求外部的认可、赞美、晋升，而是开始寻求无声的自治。成功不再是一个职位，而是你在风暴中保持平静和目标的能力。为了印证这个真理，我们来看看马可·奥勒留。他不是一个书斋里的哲学家，他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罗马的皇帝在战地帐篷里写下他的沉思录，周围是战争、瘟疫和背叛。他没有辞职的选项，他的责任是帝国。在绝对的混乱中，他用斯多葛原则不仅统治了罗马，也统治了他自己。他明白，虽然他无法控制敌军或他将军们的忠诚，但他对他自己的观念、他的行动和他的意志有绝对的控制。如果一个皇帝能在战场上找到和平与目标，管理一个濒临崩溃的帝国，你也能在管理你的收件箱和日常责任中找到和平与目标。他的智慧是你的遗产。现在我们进入锻造场，这是将理论转化为盔甲的时刻。
接下来的5个命令不仅仅是建议，它们是你将强加给你思想的法令，是你将用来摧毁你旧监狱并建造你新堡垒的工具。每个命令都是自制的一个支柱，一种将你从日常的囚徒状态带到你生活的建筑师的日常实践。仔细听，因为这些不是言语，它们是打开你观念之门，并释放你内在已存在的力量的钥匙。深呼吸，训练现在开始。第一课是所有课程中最根本的，是整个斯多葛哲学和你新自我的基石。第一个命令，所有其他命令的主宰是这个：控制你的观念。你必须学会看清事件和你对它的解释之间那条细微而不可打破的线。你的老板没有毁了你的一天，他给了你一个严厉的反馈。项目不是一场灾难，他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障碍。现实本身是中立的，是我们告诉自己关于现实的故事，让我们充满恐惧、焦虑或愤怒。作为建筑师，你的第一份工作是成为你思想大门的守护者，有意识地决定你赋予每个经过你道路的事件什么意义。这种解释的力量是你的主权。大多数人像一艘漂流的船一样生活，被外部环境的波浪抛来抛去。一句赞美使他们高涨，一句批评使他们沉沦，而你将学会成为那艘船的船长。风可能猛烈地吹，浪可能汹涌，但掌握舵的是你。控制观念不是否认现实或假装负面不存在，而是拒绝给予它定义你内心状态的力量。这是个人自由的终极宣言，宣称虽然世界可以打击你，但只有你决定这是否会伤害你。掌握这个命令的内心冲突是巨大的。我们的思想是一台制造叙事的机器，经过数百万年的进化编程，能对感知到的威胁做出及时反应。他喜欢戏剧，他渴望创造恶棍和受害者，将小不便变成史诗般的灾难。挑战这种编程，就像逆着一条强大河流的激流游泳，你的自然倾向将是责备、反应、感到被冒犯和受苦。走斯多葛的道路就是逆流而上，是在刺激和反应之间的毫秒内暂停，并在那里插入你的选择、你的理性和你的冷静。这场战斗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现代社会训练我们反应，持续的通知，不断的新闻流，愤怒的文化，一切都旨在劫持你的观念，并引发及时的情绪反应。成为你观念的主人，是对一个从你内心混乱中获利的世界的无声反抗。这就是为什么它如此困难。你正在忘却一生被动的条件反射，学习深思熟虑的回应艺术。这是你将承担的最具挑战性，同时也是最有回报的任务。想象一个雕塑家面对一块未经雕琢的大理石，在未经训练的眼睛看来，这块石头就是那样，一块无形、沉重且没有价值的物质。然而，雕塑家看到的不是石头本身，他看到存在于其中的雕像，他看到潜力，隐藏在粗糙表面下的美丽。锤子和凿子在业余者手中可能会摧毁石头，但在大师手中，他们揭示了形态。每一次敲击都不是对石头的暴力行为，而是解放其中所含艺术品的行为。石头没有改变，是艺术家对他的观念创造了价值。你的工作、你的挑战、你的日常困难，他们就是你的大理石块。事件本身、你老板的反馈、紧张的截止日期，都像石头一样是中立的。反应性的头脑，囚徒的头脑，只看到粗糙的物质，感受到重量、负担、压迫。它让每一次生活的锤击都感觉像是侵犯，一次削弱和打破他的个人攻击。然而，建筑师的头脑看到同一块石头，却看到了雕刻美德的机会、耐心、韧性、纪律。每个挑战都成为你的凿子。你开始明白，障碍不在你的路上，它就是路。就像雕塑家利用石头的阻力来精炼他的技术，并揭示雕像一样，你利用你工作的阻力来锻造你的品格。难相处的同事不是烦恼的来源，它是雕刻你宽容的机会。截止日期的压力不是吞噬你的怪物，它是迫使你雕刻坚定不移的专注的力量。你停止与石头战斗，开始与它合作，意识到你的伟大不是来自没有困难，而是来自你转化它们的能力。通过掌握这第一个命令，
你获得了斯多葛主义者所称的内心城堡。这是一个坚不可摧的精神堡垒，侮辱的箭矢、失败的投石机和压力的军队可以包围你的城墙，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触及你的中心。你以一种别人会觉得困惑的平静在世界中行动，他们会看到你面对着同样淹没他们的风暴，但你将处于飓风的中心，处于一种不可动摇的和平状态，因为你已经将发生的事情与你选择如何看待发生的事情分开了。实际结果是及时而深刻的，焦虑减少了，因为你停止担心假设的场景，而专注于你对现实的反应。挫败感失去了它的力量，因为你开始将障碍视为你成长的原材料。你变得更有效率，更专注，成为一个更好的领导者，不是因为工作更多小时，而是因为在情绪动荡中浪费更少的精力。你不控制世界，但你控制你对它的观念，并且你发现这才是唯一真正重要的事情。这是你作为你生活建筑师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法令。没有任何外部事物能控制我，除非我允许。事件是客观的，痛苦是可选的。每天早上对自己宣布这一点，把它写在一张纸上，把它变成你的咒语。控制观念不是一个心理技巧，它是对你自己生活经验主权的宣告。它是你新自我所有其他支柱将建立其上的基础。掌握这一点，你就已经赢得了一半的战争。在你的观念受你指挥之后，第二个法令是不可避免的：主宰行动。斯多葛哲学不是一种被动的思维练习，它是一种对有德行和专注行动的呼唤。如果你不在外部世界行动，拥有一个内心城堡是毫无用处的。主宰行动意味着将你所有的精力集中在面前的任务上，以卓越、目标和完全的在场来执行它。这意味着忽略无穷的干扰噪音，对未来的担忧和对过去的悔恨，并无情地致力于当下。这是你唯一的力量点。日常的囚徒总是在别处，工作时他想着假期，度假时他担心工作。他的思想是一个有数百个标签页打开的浏览器，所有都在消耗他的精力，但没有一个得到他的全部关注。而建筑师则练习关闭所有标签页的艺术，除了一个手头的任务。他明白他生活的质量取决于他注意力的质量。主宰行动就是做需要做的事。现在用你全部的灵魂，无论是回复一封邮件，准备一份报告，还是仅仅是倾听一个同事。在我们现代世界中，主宰行动的困难是巨大的。我们被条件化去寻求及时满足和避免深度工作的舒适。拖延是一个未经训练专注的头脑的症状。滚动社交媒体的动态比面对一个问题的复杂性更容易。回应通知比主动开始一天中最重要的任务更舒适。我们的生物学驱使我们节约能源和走阻力最小的路，使纪律成为与我们自己冲动的持续战斗。此外，思想反抗单一的专注，它游荡，制造借口，对任务的规模产生焦虑，并寻求任何可能的逃避。内心抵抗的声音低语说：“你不够好，任务很无聊，你该休息一下。”主宰行动是与这个声音进行日常战争，这是日复一日的履行责任的行为。无论你的心情或动力水平如何，这是一个有意识的决定。你的行动不会被短暂的感觉所支配，而是被对你目标的坚定承诺所支配。想象一位大师级弓箭手准备决定性的一射，在他拉开弓弦的那一刻，整个世界都消失了，人群的喧嚣消失了，吹在他脸上的风不复存在。比赛的重要性，胜利的奖赏，失败的恐惧，一切都消散了。唯一剩下的现实是箭、弦、靶子和他的呼吸。他的思想不在于他射失的上一箭，也不在于他将要射的下一箭。他完全沉浸在当下的过程中，在肌肉的张力中，在精确的瞄准中，在平稳的释放中。正是在这种心流状态，完全专注的状态下，卓越才会发生。弓箭手无法控制可能使箭偏离的突如其来的风，他无法控制对手的靶子是否会更好。他绝对控制的唯一事情是他自己射击的过程，他拉弦的方式，他瞄准的方式，他释放的方式。你的工作就是你的箭和你的靶子。
每个任务都是练习这种大师级专注水平的机会。你周围的世界可能一片混乱，电话可能响起，通知可能闪烁，但你像弓箭手一样，学会了让一切静音。你致力于当下的任务，就好像它是宇宙中唯一重要的事情，因为在那一刻，它就是。你不是在写一份报告，你在精确地排列每一个词；你不是在开会，你将注意力集中在每一个论点、每一次谈话的细微差别上。你以神圣行为的尊严对待每一个行动，无论它看起来多么平凡。你的满足感不是来自最终结果，箭射中靶心，而是来自过程的完美执行。这才是真正的掌握所在。通过主宰行动，你成为一股自然的力量。你的生产力飙升，不是因为你工作得更快，而是因为你工作得更深入，心理摩擦更少，拖延被持续的势头所取代，对未来的焦虑消散了。因为你明白，建立一个宏伟未来的唯一方法就是卓越地执行当下。你变得可靠、高效和宁静，在一个混乱的工作环境中成为一个平静的存在。因为你的能量没有分散，它像激光一样集中。你周围的人会感觉到这种变化，他们会看到一个言出必行的人，一个与他们交谈时在场的人，一个提供始终如一高质量工作的人。你赢得尊重不是通过言语，而是通过行动。你的声誉建立在深思熟虑和专注行动的坚实基础上。你不再是你环境的受害者，而成为你结果的主要原因。一个真正的建筑师一举一动地建造他的事业和他的生活。因此，这是你的第二个法令：我是我行动的主人，我将完全致力于当下的任务。过去不定义我，未来不分散我，我的力量就在此时此地。在每一天结束时，你不会问自己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你会问自己，在我控制范围内的事情上，我尽力了吗？我以美德和专注行动了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无论外部结果如何，你都赢得了这一天。而以这种方式赢得每一天，就是如何建立一个有意义和有力量的生活。在你的观念和行动受你控制之后，我们来到第三个命令，它为你的日常注入意义，在责任中锻造目标。这是斯多葛主义最深刻和最被误解的概念之一。在一个告诉我们要追随你的激情和寻找我们热爱的工作的文化中，斯多葛主义者提供了一个更强大和更有韧性的视角。他们教导说，目标不是你在自身之外找到的东西，它是你带入每一个任务的东西。美德不在于职位的魅力，而在于你执行它的卓越。你可能不是一个皇帝，一个著名的艺术家或一个亿万富翁企业家。你的工作可能看起来平凡、重复，甚至在宏大的计划中无足轻重。日常的囚徒对此感到绝望，感觉他的生命被浪费在没有灵魂的任务上。然而，建筑师明白一个强大的真理：任何工作都可以成为实践美德的竞技场。你的责任，无论它是什么，都是你练习卓越、诚实、合作和韧性的机会。目标不在于什么，而在于如何。这里的冲突是深刻的，因为它违背了我们被教导的一切。现代文化将为我们每个人都存在一个完美的梦想工作的想法浪漫化。如果我们找不到它，我们就失败了。这种心态产生了一种慢性的不满足，总是让我们看着另一边的草更绿。它使我们脆弱，依赖于我们的激情和我们的责任之间的完美对齐来感到满足。斯多葛的方法是这种脆弱性的解毒剂，它把力量还给我们，表明我们现在就可以卓越并找到意义，无论我们在哪里。放弃想要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头衔或一个在派对上听起来不错的工作的自我是困难的。看着一张电子表格，不把它看作一项乏味的任务，而是一个练习注重细节的机会，是一个挑战，需要巨大的品格力量来对待每一次互动，即使是与最不重要的同事，也把它当作练习善良和耐心的机会。在责任中锻造目标是一项日常纪律，要求你将美德置于虚荣之上，将品格置于舒适之上。这是在你自己的领域成为一个国王的选择，无论它多么小。想想克劳迪奥的故事，他是一名城市公交车司机，30年来每天都沿着同一条拥堵的路线行驶。对世界来说，他的工作是无形的、累人的、没有声望的。
它本可以变得痛苦，反应迟钝，一个方向盘后的纯粹自动机，数着分钟等待下班。在他这个位置上的许多人都这样做了。他看到的是同样的灰色景观，处理的是同样的混乱交通和常常不耐烦的乘客。日常是他明显的牢笼，一个无休止的停靠和出发、开门和关门的循环。但克劳迪奥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他决定，他的公交车不仅仅是公共交通工具，那是他的王国，他的乘客是他的客人。他重构了他的责任。他的职能不仅仅是从 A 点开到 B 点，而是安全、有尊严地运送人们，并带有一丝人情味儿。他用真诚的早上好问候每一个上车的人，他会等待那位跑着赶车的老太太。他用清晰平静的声音报站，他保持他的公交车一尘不染。他没有因此得到晋升或加薪，他的路线没有变得不那么拥堵，但他改变了他的生活体验。他在一个平凡的责任中锻造了目标。他实践美德的竞技场是那条狭窄的走廊和那些尘土飞扬的窗户。他在交通中练习耐心，对粗鲁的乘客练习善良，在他的驾驶中练习勤奋。克劳迪奥不只是在开公交车，希腊语中表示卓越和美德的词来履行他的职责。他是一个行动中的哲学家，一个在他12米长领域里的国王。通过应用这个命令，你将你的幸福从对外部环境的依赖中解放出来。你不再需要完美的工作来感到满足，你现在就可以在手头的任务中找到满足感。这赋予你难以置信的灵活性和韧性。你变得反脆弱。当别人抱怨他们的工作时，你用它们作为提升自己的工具。你将日常的铅变成目标的金。你的工作不再是你做的事情，而成为你是谁的延伸。实际效果是一种深刻的和平与满足感。无聊消失了，因为每一个任务，无论多么小，都被赋予了更大的意义。实践美德。你成为你团队中卓越的支柱。人们开始注意到你投入到你所做的一切中的质量和关怀。你不是用激励性的演讲来激励他人，而是用一个尊重自己责任的人的沉默而有力的榜样。你在平凡中找到高贵，在服务中找到伟大。所以，这是你的第3个法令。我的责任是我的竞技场。我将为每一个行动带来目标和卓越，无论多么平凡。我的品格质量将反映在我工作的质量上。我不会等到完美的工作才付出我的最好。我将付出我的最好，使我的工作在执行上完美。记住克劳迪奥，记住伟大不是位置的问题，而是心态的问题。从今天起，在你自己的王国里做一个国王。现在你已经在你的责任中锻造了目标。第4个命令将把你从一个避免困难的人转变为一个积极寻求困难以成长的人。用阻力做燃料。日常的囚徒看到一个障碍，心想，为什么是我？他将困难视为停止的信号，一种惩罚，一种打断他道路的不公。而生活的建筑师受过斯多葛哲学的训练，看到同样的障碍，心想，终于一个机会。他明白阻力不是路的尽头，它就是路本身。正如马可·奥勒留所说，行动的障碍促进了行动，挡在路上的东西变成了路。这个原则彻底改变了你与挑战的关系。一个出错的项目不再是失败，它是解决问题和韧性的一堂强化课。一个要求严格的老板不是暴君，他是你耐心和自信沟通的私人教练。一个紧张的截止日期不是压力的来源，它是你专注和效率的试验场。你工作日中出现的每一个困难，都是宇宙邀请你训练一种特定的美德。阻力不再是需要恐惧的东西，而成为你力量的原材料。采纳这种心态的内心冲突是巨大的。我们的生物学和社会编程教导我们寻求舒适和避免痛苦。我们渴望一个没有问题的生活，一个平静的海洋和一次顺利的旅程。拥抱障碍，将困难视为可取的想法，似乎是违反直觉的，几乎是自虐的。它要求你重写你头脑中最基本的脚本，需要勇气看着火，不是退缩，而是决定走过去，知道它会净化和加强，而不是摧毁。
这是与渗透我们文化的受害者心态的斗争，将我们的困难归咎于环境、系统或其他人要容易得多。承担全部所有权，将每一个问题都视为成长的机会，是更难的道路，但却是唯一通向真正力量的道路。你必须让内心渴望舒适的声音安静下来，放大渴望力量的声音。这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反复做出，直到它成为你的默认操作模式。在每一个挑战中看到礼物，想象一个铁匠在锻造一把剑。这个过程并不温和。粗钢要成为一把传奇的刀刃，必须经历地狱。首先，它被加热到极端温度，直到变得炽热和可塑，然后它被放在铁砧上，被重锤反复敲打，不是一次，而是数百次。每一次打击都是一次创伤，一次猛烈的变形。在被锤打成所需形状后，它被浸入冷水中，这是一种残酷的热冲击，使它变硬。这个火、锤和水的循环被不懈地重复。钢不是尽管经历了这种虐待过程而变强的，它是因为这个过程而变强的。软化它的火、塑造它的锤子和淬炼它的水，正是赋予它完整性、灵活性和保持锋利能力的力量。一块从未经过锻造的钢是脆弱、易碎的，在战斗中毫无用处，它会在第一次冲击时就断裂。剑的力量在于它克服困难的记忆。你就是钢，你的工作就是锻造场。压力、危机、冲突，它们就是你的火和你的锤子。每一个让你升温的截止日期，每一个用批评打击你的老板，每一个让你进入失望冷水的失败，都不是在摧毁你，他们在淬炼你。他们在将你从一块粗糙脆弱的金属变成一把有韧性、锋利的刀刃。如果你避开锻造场，你将保持脆弱；如果你拥抱这个过程，如果你学会利用每一次打击的力量，你将变得坚不可摧。当你内化了这个比喻，你的职业生涯将永远改变。你开始以一种黑暗的热情期待挑战。当一切顺利时，你几乎感到失望。因为你知道成长发生在不舒适的边缘，你成为一个精神运动员，明白品格的肌肉就像身体的肌肉一样，只有在受到阻力时才会增长。对失败的恐惧被对下一个困难将交给你什么的好奇心所取代，实际结果是你成为每个人在事情出错时都想在身边的人。当别人恐慌并寻找替罪羊时，你保持冷静、专注，并开始寻找解决方案。你将危机不视为终点，而视为一个转折点，一个创新和加强的机会。你的事业加速，不是因为你更幸运，而是因为你从每一次经历中提取了更多的价值，尤其是从最困难的经历中。你成为逆境的大师。因此，你的第4个法令是这个：阻力是我的燃料，障碍就是道路。我不求更轻的负担，但求更强的肩膀。每一个挑战都是锻造一种新美德，变得更有韧性、更耐心、更聪明的机会。我欢迎锻造场，因为我知道在那里我的真正力量才得以显现。让问题来吧，你将准备好，不是为了幸存下来，而是为了用它们作为你上升的阶梯。我们来到第5个，也是最后一个命令，最黑暗却又矛盾的、最启迪人心的命令：记住死亡。Memento Mori， 这不是一个让你沮丧的病态练习，而是终极的斯多葛工具，为你的每一刻生活，尤其是在你的工作中，注入紧迫感、目标和清晰度。日常的囚徒活着，仿佛他拥有世界上所有的时间。他推迟他的梦想，浪费他的时间，并在不朽的幻觉下运作。他想，总有一天我会做这个，却没有意识到他的日子是有限的。而建筑师则将他的有限性意识作为指南针，对死亡的记忆不会让他因恐惧而瘫痪，他将他从琐碎中解放出来。当你记得你的时间是有限的，办公室里的小挫折就失去了他们的力量。闲言碎语、卑鄙的政治、要求加薪的恐惧，所有这些在永恒的浩瀚面前都显露出他们的微不足道。Memento Mori 是终极的过滤器，它迫使你问：如果这是我的最后一天，我会选择这样花费我的时间和精力吗？
实践 Memento Mori 最大的冲突是我们对死亡的深层文化恐惧。我们避免谈论死亡，思考它，面对它。我们把它隐藏在医院里，把它当作一种失败，而不是生活中自然和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拥抱这个命令要求你逆着这种否认的潮流游泳，它要求你面对你存在中最不舒服的真相：你会死。而这个认识，如果使用得当，不是任何事情的结束，而是一个真正活过的生活的开始。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这种视角是困难的。日常有一种麻醉效果，很容易被卷回到琐碎担忧的漩涡中，忘记大局。实践 Memento Mori 最大的冲突是我们对死亡的深层文化恐惧。我们避免谈论死亡，思考它，面对它。我们把它隐藏在医院里，把它当作一种失败，而不是生活中自然和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拥抱这个命令要求你逆着这种否认的潮流游泳，它要求你面对你存在中最不舒服的真相：你会死。而这个认识，如果使用得当，不是任何事情的结束，而是一个真正活过的生活的开始。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这种视角是困难的。日常有一种麻醉效果，很容易被卷回到琐碎担忧的漩涡中，忘记大局。实践 Memento Mori 不是一次性的事件，而是一种每日的刻意的提醒。这是从即时的戏剧中退后一步，问自己：在我生命的尽头，这会儿重要吗？这个问题有能力消灭拖延，溶解恐惧，并将你的注意力集中在对建立你的遗产真正至关重要的事情上。把你的生活想象成一个沙漏，从你出生的那一刻起，它就被翻转过来，沙粒开始一颗一颗的落下，持续而不可逆转。每一粒沙都是一个瞬间，一个小时，一天。你不知道顶部还剩下多少沙粒，但你绝对确定数量是有限的，而且它们从未停止下落。你无法停止沙子，也无法让它回到顶部。你唯一的力量是决定在每一粒沙下落时你如何生活。普通人活着忽略了沙漏，他把它放在心灵的一个黑暗角落，假装它不存在。他把他宝贵的沙粒浪费在无用的担忧、愤怒、无聊和空虚的干扰上。他活着好像沙子是无限的。建筑师斯多格主义者把沙漏放在他的工作台上，清晰可见。他观察它，沙粒下落的景象不会让他恐惧，他激励他，他提醒他不要浪费当下。你工作中的每一个任务都成为一粒沙，你可以反应性的、悲惨的度过它，或者你可以有目标的、有存在感的度过它。对死亡的意识迫使你从每一个瞬间中提取最大的价值。你停止推迟那个重要的谈话，你停止等待合适的时机来承担一个新项目，你更尊重你的同事，因为你明白每一次互动都可能是最后一次。你用你的工作不仅作为谋生的手段，而且作为在你被给予的时间里好好生活的主要竞技场之一。通过实践 Memento Mori， 你解锁了一个以前不可能达到的专注和优先排序的水平。那些对你的目标或你的美德没有贡献的任务被无情地消除，你成为你时间和注意力的凶猛守护者，因为你明白它们是你拥有的最宝贵和不可再生的资源。生活获得了一种新的活力，颜色似乎更明亮，互动更有意义。工作不再是你时间的窃贼，而成为你实践在你被给予的时间里好好生活的艺术的舞台。你对每一天、每一次呼吸都产生了深深的感激之情。仅仅是醒来并拥有沙漏中又一天的沙子，就成为快乐的源泉。这种感激之情渗透到你的工作中，将义务的负担转变为机会的祝福。你不是必须去工作，你可以去工作，你可以利用你的才能面对挑战，并为世界贡献一些东西。再多一天，这种视角的转变是最终的炼金术，将囚徒转变为建筑师。因此，这是你的最终也是最关键的命令。我将记住死亡，以学习如何生活。每一天都是一份礼物，每一个瞬间都是一次不会重复的机会。我不会把我的时间浪费在琐事上，我将以紧迫感、目标和美德行动。知道沙漏总是在流逝，让我结局的意识成为我卓越、有意义和有存在感的生活的燃料。使用这个命令不是为了害怕黑暗，而是为了强烈的欣赏你拥有的每一个瞬间的光明。
你已经收到了5个命令，工具在你手中，你内心堡垒的蓝图已经绘制。但知识本身是惰性的，它只有通过行动，通过承诺才能获得生命。你从囚徒到建筑师的旅程不会在这个视频结束时结束，它现在开始，随着你第一个有意识地采纳这个哲学的决定。这不再是一个你被动观看的视频，它是你已经穿越的一扇门。因此，作为你生活建筑师的第一个任务是宣告你的意图，不是对我，而是对你自己。用这个空间作为你的第一块基石，这不是一个请求评论，这是一个挑战，让你确立你的第一个法令。你的转变需要一个开创性的行为，一个区分之前和之后的时刻。现在，你将做到这一点。去评论区写下“我就是我的堡垒”，来封印你与这个新身份的契约。你输入的每一个字母都将是你内心城堡的一块砖。这个行为巩固了你的决定，将一个被动的意图转变为一个公开的力量宣言。此外，通过这样做，你加入了一个也选择了自治之路的其他个体的军团，你们会互相认出。评论“我看到了最后”来表明你有完成你开始的事情所需的纪律和专注。这是一个真正建筑师的第一个也是最关键的特征。最后，如果这个信息在你灵魂深处引起了共鸣，你的责任并不止于你自己的解放，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其他人仍然被困在他们的日常中，相信没有出路。分享这个视频不仅仅是帮助一个频道成长，它是将地图延伸给另一个囚徒。这是一种美德行为。留下你的赞，作为你收到信息的信号，并订阅以确保你的锻造场永不冷却，因为我们的训练还在继续。记住，你不是找到了一个视频，你找到了一个哲学。现在去吧，开始建造，你的生活正在等待它的建筑师。